我现在最怕的人已经从我爸妈变成包工头了，没想到我跟他素昧平生，无冤无仇，他就又谋财又害命了，这凭什么？我知道之前跟大家说这个装修的视频是要等到装修全部结束之后才来拍的，但是呢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实在是不爽，我真的要吐槽一下。我是真的还依稀记得当时我对这一切有多么的期待。回过头来看，简直是啪啪打脸。一开始到现在所接触的这些公司，就包括中央空调、装修公司，然后这个电梯的公司，现在目前为止就跟这3家有接触吧。这里面其实只有一家是从头到尾让我觉得很满意，那就是我们的中央空调加地暖的公司。这里我要点名表扬一下约克的天福地水，没得说，服务真的做得好。施工结束之后发现有一些小的问题，然后他们再回来重新修改，再到他们再出厂，而且整个过程他们非常的迅速，很多问题他们就是绕过我，直接跟装修公司沟通了。可能非常专业的东西他问我也不知道，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说完了省心的部分呢，剩下的这2个公司就让我好好的吐槽吧，我这恨得牙都痒了。首先就说这个电梯吧，其实这个电梯是我的家人跟他的朋友代理的品牌，它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牌子比较好、比较高端的一个家用电梯了。拿到的价格说句实在话，挺实惠的，也挺便宜的。我的能力没有办法再做到比这个更便宜，但是质量又有这么好的电梯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销售跟这个施工让人火大。那先来说说这个销售，我是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卖的东西这么贵的销售做的像他这么不上心，让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感觉他完全不想要做好他的工作。电梯购买整个是有好几个步骤的。首先你要选品牌，第2步呢就是这个电梯的品牌方要到你的这个现场去看一下具不具有这个安装的条件，确认了可以安装之后呢，你要付钱，付完钱之后电梯的厂家就开始安排生产了之后，如果他的厂在外地的话呢，他就要运输到你的城市，到了你的城市之后，再有另一家他会委托到其他的公司来给你装这个电梯。那装好了之后，一般来说会有一个厂检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厂他要检查你这个电梯安装是否符合交付标准，符合了之后再交付给你。这4、5个步骤里大家敢信吗？我只见过他2次，付完钱之后我就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刚才我说过了，这个电梯的安装是委托第3方公司的，也就是说安装的过程中包括交付，他至少是要尽到这个监督的责任，然后最后交付也应该他给我交付，对吗？但是从来没有来过，这哥们儿绝了，远程操控，运筹帷幄是吧？但是呢，他给我安排的真的非常的影响到我整个装修的过程。一日安不好，我的施工就所有人都等着他，因为我真的是不想要付这个上楼费钱，这个钱真的很贵。他生产了好了之后呢，遇上疫情，他没有办法从厂家那个城市运到我的这个城市合肥来。过年期间、春节期间，那就拖了1、2个月。好不容易电梯运来了，装好了，这总还可以让我用了吧？没想到这哥们跟我说，我忘了跟你说了，电梯它是要厂检才可以交付使用的技术人员他现在隔离来不了了他现在又有疫情。之后我是一直在跟他沟通的，会一直催他，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居然跟他们委托安装的这个公司，他们之间不沟通，需要我来做他们内部的桥梁啊！我真的会说 Q。陈总啊，就是这个装好了，你们什么时候来厂检啊？这已经好久了，怎么人还没有来呢？好的，我知道这个搞好了，我来安排好吧。那个稍等一下，安排到了就来检查你们家了。我一直在求他，用我爸的话说，非常朴实的话说，就是花钱当孙子。就这么拖了几天，没想到他又遇上封城，又是2个月。说到电梯施工呢，我又要来吐槽这个安装队了。这个包工头他怎么说呢？他倒是比这个销售要稍微上心那么一点点，但是为什么他要上心这么一点点呢？我们继续来说。那我记得包工头那天来看现场安装有没有什么问题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好，我看一下你家这个电梯啊，你这个缺梁哎，每一层都缺，那1层缺4道梁，你这5层缺20道梁，1道梁我的成本加人工要500块钱，你这20道梁要1万块钱。你帮我好好看看，你这怎么这么多？你帮我好好看清楚再讲啊，好吧？我看一下你家这个梁啊，它现在加4道就照了，你给我2000块钱吧，好吧？行，比1万多我感觉好接受多了，而且又是亲戚介绍的嘛，应该也不至于就骗我这2000块钱嘛。那我就直接微信转账2000块到他的支付宝。谁知道直到电梯装完，我爸去现场看，因为我爸以前是做工程的，他是懂的。我爸去现场看，他才跟我说，这什么东西都没有加，凭什么收你2000块钱啊？这2000块钱给了你，你不干活，你这叫谋财。这施工不按照施工要求，影响了电梯的安全，这叫害命。没想到我跟他素昧平生，无冤无仇，他就又谋财又害命了，这凭什么？那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装啊？要装的，但是我没来得及。我下午就来装，好吧？下午给我装，他是让我来验收的，你都没搞完，你验收个屁啊！
我只好再去问这个销售。那毕竟他们之间有这个委托安装关系，跟我没有关系。而且我也知道，我也需要知道厂家对这个什么情况下要加固，要不要加固，厂家给我一个说法。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我也不能单方面去听信这一个安装的人。没想到这哥们儿告诉我，他找你要钱，这个属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个问题，跟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找我，这个2000块钱跟我没关系的，好吧？我直接裂开。那这安装队他是上天请来的救兵吗？那为什么这个委托安装合同这个纸上面有他们公司的名字，有着安装队的名字，但没有我的名字呢？想想看，这何尝不是一种 NTR？ 一个谋财害命，一个没有关系，就是背后狼狈为奸，想要我这2000块钱呗。我人生中第一次打电话跟别人吵架，吵了满满2个小时，吵完之后我嗓子都哑，我心都累了。电梯我差不多就吐槽到这里吧，这么多我已经懒得一一列出了。那下面就来说说我家最亲爱的施工方，主要分3拨人吧，一个是设计，一个是项目经理，还有一个是包工头，他又有包工头。我感觉我现在最怕的人已经从我爸妈变成包工头了。这在座的各位，如果有谁是包工头的话，请您一定要在下面留言，我给您一键3连。而且我们家这施工的包工头还是我本家，我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叫他一句叔，没想到这叔是真把自己当叔。每次约好要去现场谈个事情，我等他至少半小时起步，甚至还等过1个小时40分钟，快到2个小时。我爸一个快60岁的成熟男人，熟男都憋不住了，气得直骂娘。就真的只有这么一次，他找到了去现场，他稍微等了半个小时啊，这半小时还得怪电梯，他交付了之后又偷偷把电梯锁上，不给我用。这为什么偷偷锁上呢？就是因为被我发现了，他想要我这2000块钱，他生气了，他就把这电梯锁上，不给我用了。这线索我埋半天了，现在终于闭环。说回我这叔啊，他等了半小时，他跳脚了，他不干了，他生气了，他有情绪了，他立马给我夺命连环 call。喂，你好啊，这个来跑一趟，这个人工要花钱的，你可知道？这个来了之后，这没活干，这个损失很大的，浪费时间啊！这钱我白给他们了。虽然我们平时可能有一些不满吧，但是这一次真的产生了经济损失了，我也确实有点愧疚啊。我就想知道说，这个来做我电梯轿厢保护，这到底是来了多少工人啊？我问一下，这个如果实在太多的话，我也可以稍微承担一部分赔偿一点。那毕竟也有我的原因吧，虽然说这个都是电梯的方面的原因啊。回答说，就他自己一个人。我叔他真不愧是我叔，他真不拿自己当一个人。预期的工期是今年4月份就要完成的，现在呢，我感觉11月能完成就不错了。一定要我说我从中间学到了什么的话，第一点可能就是不要对你刚刚认识的人就太过于善良，因为别人会觉得你很好欺负。这个说出来真的我自己也很难接受，但没有办法，真的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又属马。还有另一点就是，不管大家在一起说的再好，说的天花乱坠，重要的点一定要白纸黑字把确定下来。刚才说的我非常满意的这个中央空调呢，也是他们后来忘了，就是他们说要送我们厕所的地暖的铺装，但是忘了嘛，还要找我要钱。那我只好把我们当时写在合同上的字拿给他看，他才想起来。但是呢，现在的我可能会怀疑，他是真的记错了，还是说我给了就给了呢？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这个问题你们会觉得很难忍受吗？还是说习惯了？还是说是我太大惊小怪了？也欢迎你在下面把你的想法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点赞、订阅，然后一键3连，应该会稍微平复一点我的心情吧。那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见，拜拜。